大家好，我是萨姐，今天来做可颂。一个完美的可颂应该拥有酥脆的表皮，内部多层的蜂窝组织，口感外酥内软。不同于制作蝴蝶酥的酥皮面团，制作可颂的是发酵面团，所以制作上对于温度的要求更高。偏味我会总结一下制作可颂需要注意的几个要点。做可颂需要一个相对偏硬的面团，搅拌盆里先分别加入各种干性的材料。这个面团我们需要加多一点酵母，因为大量的黄油和冷冻面团都会阻碍酵母的活性。鸡蛋选一颗大号60到65克左右，如果室温比较高的话，尽量使用冰水。先低速搅拌2分钟，由于面粉吸水性都很不一样，建议留少量的水，根据面团的软硬程度再决定是否全部加入。完全成团之后，调成中速，继续搅拌，大约搅拌了8分钟左右，面团已经形成了粗膜。这时加入软化的黄油，中速搅拌。黄油和面团容易粘在盆底和盆壁，需要不时的用刮刀刮干净，再继续搅拌。揉了7到8分钟，取出做一个手套膜测试，大致这样就行了，不需要揉成好像做吐司面包那样轻薄的膜。反复折叠面团，直到表面光滑，放在保鲜膜上，擀压扁，包好，放入冰箱里冷冻30分钟。现在来做黄油片，油纸折成一个大小15厘米的正方形。冰箱里直接取出的黄油比较硬，容易切成片，这里要用无盐黄油，因为无盐的黄油比带盐的黄油含水量低，有利于做出酥松的可颂。稍微室温软化之后，擀成一张平整无缝隙的黄油片，放入冰箱冷藏20分钟。面团的开酥部分最重要，保持面团和黄油的软硬程度的一致，这样在擀压的过程中才能避免出现破酥或者混酥。撒少量的面粉，同时取出面团和黄油片。现在的面团不软不硬，轻轻按压一下，很容易擀开。由于黄油在室温高的环境下容易软化，所以开酥的时候室温最好控制在18到22度左右。擀成一张比黄油片长1倍的面皮，大约15到30厘米。如果黄油片刚从冰箱里取出偏硬的话，室温稍放一会儿，软硬度和面团相近，就可以放在面皮上，两边向中间折叠，把黄油包裹起来，捏紧封口。扫去多余的面粉，如果面团表面有小气泡，可以用牙签戳破。朝着2头开口的方向擀成长度大约45厘米左右。头尾两侧没有包上黄油的部分可以切去，以免影响开酥。先来进行第一次的折叠，一边折到3/4的位置，另一侧折过来，头尾对齐封好，再对折，用保鲜膜包好，放入冰箱冷藏40分钟。现在来进行第2次的折叠，步骤基本和第1次折叠类似，只不过少折1次，所以这个面团一共有4×3，一共12层，擀成一个15×45厘米的面片，表面的干粉刷干净，以免影响起酥的效果。进行折叠的时候，务必要将面团的边角对齐。折叠好之后，用保鲜膜包好，再放入冰箱里冷藏40分钟。面团再次取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整形了。撒少量的面粉，朝着两边开口的方向轻轻压一下面团。擀成宽度23厘米、长度42厘米左右的长方形，切去4边不齐整的地方，再次擀成一个22×40厘米的长方形，厚度大约4毫米，分割成7片，底边为10厘米的等腰三角形。
切割好的面片如果太软不好操作，可以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几分钟。现在来整形，刷走干粉，将面片捋长，大约30厘米，由底边部分自然的卷起，小尖尖的部分压在底部，不需要卷得太紧，侧面可以看到明显的分层。把做好的可颂面团放在垫了烘焙纸的烤盘上，再检查一下每个面团的小尖尖部分，表面刷上薄薄的一层蛋液，侧面不用刷，多余的边角料也可以利用起来，切成小块，放在4寸的圆形模具里。由于这个面团里含有大量的黄油，所以发酵温度应该控制在25到28度之间，以免温度高了黄油融化。烤箱里我放了一盘60度左右的温水，如果湿度不够，可以喷点水，湿度大约 75%。 整个发酵过程大约2到3个小时之间。判断面团是否发酵好，除了体积膨胀了1倍有多，还可以做一个 wobble test， 就好像这样。这时的面团非常的娇嫩，表面再轻轻刷上一层薄薄的全蛋液。预热烤箱至220度，放入烤箱中下层，先烤10到12分钟，体积明显变大，表面上色之后，可改至190度继续烘烤8分钟左右。整个过程最好全程观察烤箱里可颂的变化。取出之后摔一下，震去热气，转移到架子上放凉，稍微放凉一点就可以开吃了。切开时都可以听到表皮酥脆的掉渣的声音，内部有非常漂亮的蜂窝组织，外脆内软，非常的美味。最后总结一下制作可颂过程中的几个要点：温度的控制，室温要控制在18到22度之间，便于操作。发酵时的温度不要超过28度，以免黄油融化造成分层不明显。烤制的温度一定要先高温后降低。面团里的黄油因为受到高温融化，形成了蜂窝状气孔组织，如果开始温度不够高，就很难形成大的蜂窝组织。如果是用风扇模式，温度设定要比视频里的低15到20度左右，具体根据自家的烤箱来调整。面团的水分控制，可颂的酥脆很大程度是因为面团中的水分被高温蒸发，所以可颂的面团不应该含有太高的含水量。面团本身偏硬，而且包入的黄油也要用含水量较低的无盐黄油，不要轻易更改配方，以免失败。其他影响可颂成功的因素：每次折叠之后刷干净表面的干粉，两边没有裹入黄油的面团尽量切掉，四角拉成直角，让开酥更加的均匀。面团里的黄油如果开始变软，马上放入冰箱里冷藏一会儿，以免黄油融化漏出造成混酥。如果可颂没有膨胀起来，或者没有蜂窝组织，多数是因为发酵不到位，或者烤制的温度不够高。如果可颂表面裂开，可能和卷得太紧有关。希望这个详细的教程可以让你在家做出完美的可颂。大家有空也可以发作业到我的 Facebook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。我们下集再见。